最近国际新闻被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法国男人给刷屏了。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3日到中国访问，一待就是3天，先在北京谈大事，还要专程飞到成都去看大熊猫，据说还想再借2只新的带回去。这新闻看起来挺热闹，但你细品味道有点怪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就在2023年4月，这位马克龙先生也来过中国，当时阵仗更大，去了西安看兵马俑，在北京喝了我们的茅台，在广州喝了我们的茶。在回法国的专机上，他对着媒体说了好些漂亮话，什么欧洲不能当美国附庸，不该卷入台海危机，要有自己的战略主见。听得不少人热血沸腾，觉得欧洲终于要站起来了，要跟中国好好做朋友了。结果呢，他飞机一落地，回到欧洲老家，脸就变了。在欧盟层面，但凡涉及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投票，法国经常是带头举手赞成的那一个。最典型的就是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，要加征最高 38.1% 的关税。这场欧盟史上针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行动，法国可是重要的推动者，这就叫典型的法式双轨外交。在中国喝茅台时说贸易战打不得，回到布鲁塞尔立马投票，这关税必须加。更讽刺的是，同样作为欧洲火车头的德国，在这件事上就公开反对，担心引发贸易战伤及自身。就连匈牙利、塞尔维亚这些欧盟国家也常常在涉华议题上帮中国说句公道话，所以法国的操作就显得格外扎眼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一个上次访华说完漂亮话回去就捅刀子的总统，这一次显然还是那个尿性。12月7日，刚刚结束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到法国后立即变脸，对中国发出了威胁。日前，马克龙就中国之旅接受了法国媒体的专访。他宣称，在访华期间对中方明确表示，如果中方不采取有力措施缩小中欧贸易的巨额顺差，那么法国将推动欧盟借鉴美国的做法，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。马克龙表示，如果中方迟迟不行动的话，那么欧洲将被迫在几个月内采取强硬行动，等于说只给了中方几个月的行动时间。回顾马克龙此次访华，表面上看成果丰硕，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。马克龙本人也多次强调，欧洲坚持战略自主，不愿做美国的附庸，更不寻求与中国脱钩。然而，马克龙前脚刚回到法国，后脚就挥舞起关税的大棒，实在令人无语。马克龙之所以敢如此大言不惭的威胁要效仿美国，底气似乎来自于欧盟对华高达30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。在他看来，这巨大的数字是不可接受的，必须通过人为手段强行抹平。然而，他却选择性地忽视了造成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。中欧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偷来的，而是中国制造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、高效的生产能力和物美价廉的商品，在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得来的。相比之下，欧洲能源成本居高不下，核心产业竞争力在不断下滑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更讽刺的是，欧洲一方面抱怨逆差，另一方面却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对中国层层设限。在光刻机、高端精密制造、航空航天等领域，欧洲紧随美国的指挥棒，对华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。这就像是一个商家自己店里的高端货不肯卖给顾客，只愿意卖些大陆货，然后反过来怪顾客买的不够多，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强盗逻辑。如果欧洲真的想缩小逆差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开对华高技术出口。中国市场巨大的消化能力，分分钟能帮欧洲平衡账单。但显然，马克龙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并没有这个魄力违抗华盛顿的意志。不过，马克龙虽然喊得凶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在对华政策上，欧洲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比如说，德国就与法国存在分歧，他直言德国在中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，但立场尚未完全与我们一致。这就点破了目前欧洲内部的尴尬局面。作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，德国不仅在华有大众、宝马、巴斯夫等巨额存量资产，其工业体系更是深度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。德国很清楚，跟着法国去搞关税战，无异于自杀。法国想充当欧洲的政治领袖，拉着全欧洲给法国的大国梦买单，但德国显然不愿意为了法国的面子而牺牲自己的里子。中欧关系本应是当今世界动荡局势中的稳定器，中国一直是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，始终释放出最大的善意与合作诚意。但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平等和尊重。如果法国等欧洲国家始终抱着旧时代的殖民者心态，习惯于居高临下的对中国指手画脚，
甚至妄图用几个月时间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语言来恐吓中国，那他们显然是打错了算盘。现在的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，也不是那个可以任由西方列强制定规则的中国。对于贸易摩擦，我们有足够的工具箱进行反制。法国的白兰地、奢侈品、航空客机并非无可替代。马克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盲目效仿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，最终只会让欧洲在这一轮全球洗牌中输得更惨。想要解决贸易逆差，想要吸引中国投资，唯一的出路是放下傲慢，拿出诚意，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寻求共赢，而不是拙劣地效仿美国。更何况，美国都奈何不了中国，法国又有什么力压中国的自信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我们通过变色龙马克龙去看看法国的历史，看看他们的自信源自哪里。现在一提到法国，很多人想到的不是浪漫，而是那个夸张到离谱的100多种性别，还有巴黎的脏乱差和数不胜数的小偷。但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历史上的法国还是今天的法国，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，天才与疯子才是法兰西的内核。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。这期间的小政变数不胜数，大规模的改朝换代也是习以为常。可以说，这场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。所以你想了解西方文化，去一趟法国就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不愿意说英文，因为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上英国的文化。在他们眼里，英国就是穷人乍富。这就好比是突然有一天，韩语成为世界主流语言了，你说咱们能看得起它吗？那今天咱们就聊聊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。早在508年，凯尔特人就在高卢地区建立了加利亚王国。可他们没等消停多长时间呢，就迎来了到处扩张的罗马人。双方人马一见，自然是谁也不能服。结果高卢人的战斗力实属挺勇猛，给这罗马人打的是嗷嗷直叫。让人打败的罗马人自然不服，一直隐忍。到罗马出现了一位超级猛男凯撒大帝，他带领罗马铁骑给这高卢人是吊打的，灭了加利亚王国，建立了高卢行省。但这罗马人看不起高卢人，称他们为蛮族。为了羞辱他们，还给人家起了一个外号叫高卢鸡，意思就是他们好斗、虚荣外加愚蠢。但让罗马人没想到的是，这高卢人硬是把这个贬义的外号给发展成了民族标签。他们认为攻击勇猛、机敏，就把这个外号一直流传至今。现在的巴黎圣母院上就尊了一只小公鸡，但这凯撒大帝还没等享清福呢，就让人给暗杀了。他外甥乌大维继位后，把罗马发育到了顶峰，建立了罗马帝国。但随着帝国变大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，罗马帝国啪的一下分裂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。这东罗马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，而西罗马不到100来年就让周边的蛮族给灭了。不过这蛮族都有自己的通病，没事喜欢窝里横，那是3天一摩擦，5天一冲突，就分裂成了若干个小国。这个时期法国这地方可是挺遭罪，没少死人。一直到了这公元800年的时候，法兰克民族出现了一个猛男，叫查理曼大帝。他不仅给西罗马人的地盘全盘接收了，还在他的带领下是拳打日耳曼，脚踢西班牙，还给意大利一个电炮，建立了法兰克王国。不过这法兰克王国有一个比较奇葩的传统，那就是等他去世了以后，他的国土要平分给他的儿子。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统一，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分裂。814年查理曼大帝去世了，查理曼大帝的3个儿子就打冒烟了，闹腾了30来年，最终在843年的时候协商出来了一个凡尔登协议，把法兰克王国分成了3份，东法兰克就后来的德国，中法兰克演变成了意大利，而这西法兰克就是现在的法兰西，法国。咱都知道欧洲这面都是贵族文化，这个伯爵那个子爵的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地，就在名义上服从法王，实际上人家各自为政。这就让当时的国王卡佩过的是苦不堪言，连税都收不上来。最穷的时候，堂堂的法兰西国王要靠抢劫来往的客商维持生活。这内部矛盾还没等整明白呢，这维京海盗又来了，对着法国就开始了烧杀抢掠。这个时候的法国国王吃饭都费劲呢，那还有兵抵御外敌，就找到了维京人，说你也别抢了，我直接给你块封地，以后你就是诺曼底公爵了。但是作为海盗，他们是一天也闲不住，一天不抢点东西他就闹心。就在1066年，他开着战船跨过了英吉利海峡，把这英格兰给统一了，变成了英国的国王。但他这个时候同时还是法国人的公爵，
他成英国的国王后，他的封地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英国人的地盘。当时法国的爵位分为5大档，那公爵的封地老大了。法王平白无故失去了一块地，那他能干什么？当时的法王叫菲利普6世，就在1337年主动发起了英法战争。结果这战争刚开始，法国还没打过英国，眼看着马上就被英国给灭国了。法国出来了一个13岁的小女孩，名叫贞德。她自称听到了上帝的召唤，要她去拯救祖国。法国人一看这样的一个少女都上战场了，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潜力，稳住了局面。不幸的是，贞德让英国人给抓走了。英国人都是海盗的后裔，贞德上帝那一套没吓唬住人家，就给这贞德给烧死了。年仅19岁去世了。本来英国人的意思是，你看着没，你们的信仰让我给整死了，你们就赶紧臣服于我吧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这让法国人彻底的爆发了，给这英国反推了，曾经的失地也夺回来了。这场战争打了100多年，法国国王又借机废了不少贵族的权利。为了让这些贵族彻底的变成吉祥物，直接改变政策，爵位可以花钱买了，主打一个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这一下子让法国国王的生活富裕不少，法国有钱了，就开始不断的侵略周边的小国。但这常年的战乱让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一直到波旁家族继承王位，一看这么打下去不行，他没前途呀，赶紧下令全国休养生息。当时的国王叫亨利4世，他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路易13。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差点给我 CPU 又得烧了。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这亨利4世的儿子为啥叫路易13呢？研究了好几天，整明白了，他叫路易10几，跟他爹没啥关系。因为在他之前有12个国王，他都叫路易10几，他是第13个，所以他叫路易13。这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他爹为啥叫亨利4世呢？这亨利4世继位没2天去世了，路易13幼年继位，玛丽太后垂帘听政。这里的故事就挺老套了，国王和太后争权。不过这路易13碰到了他的贵人黎塞留，有人就说他相当于咱们的管仲和乐毅，可以说是法国人的千古名相。他升为丞相后，一面把国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面又千方百计地削减太后的权力。黎塞留为了王权稳固，最后把这个玛丽太后给流放了，还整死了老13的弟弟。这黎塞留就兢兢业业在位19年，在1642年累死在了岗位上。结果不到半年，这路易13感觉生活太平淡了，就去海边跟手下飙马，一个不小心掉到了海里，染上了肺炎，40多岁就去世了。他儿子路易14继位，这老14可不是凡人，后世称他为太阳王。5岁继位，连续开挂72年，打遍欧洲无敌手。他强大到什么地步呢？给他孙子都弄到西班牙当国王去了。这个时期，法语成为了欧洲的通用语言，甚至法国的死对头英国人都以会法语为荣。在当时的欧洲，你要不会法语，那你就不配进入到上流社会。同时期是咱们的清朝康熙皇帝，他也是8岁继位，勤鳌拜平三藩，连续开挂61年。这沙俄的彼得大帝能稍微大点，10岁继位。他们3人都是少年继位，待机时长超长，也都通过战争让自己的国家达到了顶峰。但咱都知道，打仗就是打钱，这就让后辈是相当的难受。不过彼得大帝后面有个叶卡捷琳娜大帝，续写了俄国的辉煌。咱们的康熙也有一个精明能干的4阿哥，不过给雍正累的在位13年就完蛋了。但不同的来了，老14子孙路易15继位后，那是坐吃山空，生活极其奢靡。这老15没啥智谋，还到处发动战争，结果是让人打得嗷嗷直叫，不仅丢掉了大部分的殖民地，国库也让他给霍空了。好在老14留下的根基比较稳固，让老15没坐上亡国之君。不过到了路易16，这就没那么好运了。虽然他不咋败家了，但是没啥真本事，人送外号开锁皇帝，大小事务全都交给大臣掌控。他就在凡尔赛宫里研究各种锁，自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开不了的锁。这事儿慢慢就传到了民间，那老百姓能干吗？18世纪初，民间又兴起了文艺复兴和这启蒙运动。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的加持下，老百姓纷纷走向街头，主张平等、自由、民主，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身。但这路易16好歹是个国王，不能就因为喜欢开锁给人赶下台啊。1775年北美又爆发了独立战争，这老16也不知道咋想的，自己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，大手一挥借给了美国人20个亿。这一下子王室的日子过得是更苦了。为了维持政府的开支，法国就向其他国家借钱，借完新债还旧债。
法国财政很快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他就想再次召开3级会议，提升税收，弄点钱花。这3级会议上一次召开是100多年前了。在法国大革命前，法国人分成3个等级，第1等级是神职人员，第2等级是贵族，第3等级是平民商人。虽然这些商人富可敌国，但是在定义上，他们还是属于被统治的第3等级。这就让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，平时不拿我们当人，现在政府还不上钱了，你又想起我们了，这一下就给老百姓整爆炸了。所有第3等级代表抵达凡尔赛宫后，给贵族和王室一顿喷，说让我们多上税行，但是得人人平等。听到这话的教士和贵族当然不干，给路易16弄得里外不是人。随后第3代表自行组织会议，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。宣言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人平等。其实这个时候，路易16是有机会平息叛乱的，但奈何他胸无大志，不想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。贵族一看，这不行呀，既然你这国王不能捍卫我的权利，那我们要你何用？他们转头也加入了3级会议，一下把国王给孤立了。1789年，巴黎市民起义攻占了巴黎市政府，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。老16也没过多的抵抗，一想给我变成吉祥物也行，只要让我能继续鼓捣我的小锁头，咋地都行。这个时候的掌权者是斐扬派，但奈何他和老16一样，手段比较温和，没几年就让吉伦特派给赶下去了。这个吉伦特派想弄死路易16不是1天2天了，但一直苦于没有借口。一个机缘巧合下，他发现王后跟着奥地利的国王有书信往来，这一下子让他找到借口了，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你却通敌，你这国王是不能留了。1792年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，建国的第1天就把老16给处决了。老16上了断头台后发现，这个刑具不是我研发的吗？他研发这个刑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犯人少受些痛苦，因为以前砍头太考验刽子手的手法了，万一砍歪了，那太遭罪了。现在这么一看挺好，最起码自己上路的时候少遭了不少罪。没几年，这个吉伦特派又让雅各宾派给推翻了。这个雅各宾派的领导人叫罗伯斯庇尔，这个老皮是不近女色，也不爱钱财，就喜欢权力。为了稳固政权，手段是极其残暴，谁不服就弄谁。我说让你往东，你就得往东，你要敢往西，那就给你咔了。到后来，他完全进入到了疯癫状态，哪一个人跟他一对眼，他感觉人家的眼睛里有杀气，立马下令就给你咔了。几年时间，他就处决了10多万人。这个时候，整个法国可以说是人心惶惶，能按时去政府上班的，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汉，也未怕他早上去上班，到了晚上脑袋就可能不在了。这帮幸存者一看，我不给你整死，你早晚都得整死我，就发动了著名的热月政变，把这个罗伯斯庇尔就给弄死了。打着开始你就能看出来，这法国人他是真浪漫，这老皮他是真挺皮。他这个墓志铭可老有意思了，上面写着：过往的行人呢，不要为我悲伤，如果我还活着，你们谁都活不了。这个时期的法国是民不聊生，不过好在拯救法国人的民族英雄拿破仑出现了。正是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，给了拿破仑出人头地的机会。1793年，保王党勾结反法联军发动战争，革命政府发动反击，拿破仑负责指挥炮兵，那是一炮一个小朋友，给革命政府立下奇功，稳住了局面。但是这反法同盟不服呀，说你这大炮在空旷的场地厉害，但这要是打巷战，你这大炮还有用了？结果没想到这拿破仑如法炮制，打巷战人家也用大炮，给这反法同盟都给打懵了。战后拿破仑一飞冲天，24岁就成为了将军，后又被升为陆军总司令，至此开启了他的开挂人生。由英、俄、奥地利、普鲁士组成的反法同盟，一共打过来7次，前5次都让拿破仑打的是嗖嗖直叫。老百姓一看，这拿破仑也太猛了，全都拥护他。他在1799年当选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第1执政，差不多就是总统的意思。但是这总统他不能连任，干5年他就得换届。底下的小弟就纷纷劝拿破仑更进一步，于是在1804年，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，正式称帝，改名法兰西第一帝国。刚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心里不得劲儿的，这不说革命吗？这咋又变成了封建统治呢？但也赶巧了，在拿破仑称帝的第2年，1805年爆发了奥斯特里茨战役，这场战役又称三皇之战。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对阵俄国的亚历山大，外加神圣罗马帝国的弗朗茨2世，6万人对9万人。拿破仑一看对方人多势众，打正面他将毫无胜算，
于是他就先组织兵力给神圣罗马帝国一顿胖揍，回身又给了俄国一个大嘴巴。要不是那2个皇帝跑得快，他俩就变成了拿破仑的俘虏了。战后，拿破仑找到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，说：“你赶紧改名，你还敢叫帝国？我看你是弟弟的弟，不改名嘴巴子给你打歪。”随后这英国人又不服了，拉来了普鲁士参战。这拿破仑又给他俩是一顿踢，但最惨的还是这个普鲁士，首都柏林都让法军占领了。老百姓一看，这还革啥命呀？革命不就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吗？现在我的小日子就过得不错。在1810年，拿破仑的权力到达了顶峰，他本人是法兰西的皇帝，也是意大利的国王，还是莱茵联邦保护人、瑞士联邦的仲裁者。他哥是西班牙的国王，他弟是荷兰国王，他妹夫是那不勒斯国王。拿破仑直接管理的省份就超过130多个，基本上大半个欧洲都是拿破仑的底盘了，就剩下一个孤悬海外的英国了。拿破仑组织兵力就要跨过英吉利海峡吊打英国佬，在1805年发动了特拉法尔加海战，结果英国人人均水手最擅长的就是海战。当时英国有一个叫纳尔逊的，号称独臂将军，那打海战老厉害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又给这法国的主力全歼了。这场战役可以说是决定了世界的通用语言。当时法国人要赢了，可能就没有这个该死的英语了。拿破仑一研究，既然海上打不过你，那就封岛，给你们都饿死，禁止欧洲各国跟英国做生意。关键时刻，英国的老盟友沙皇一看，这不行呀，不能让我兄弟挨饿。他率先宣布全面开放俄国港口。拿破仑大怒，就要把沙皇的脑袋揪下来。1812年率兵大举进攻俄国，这可能是拿破仑最后悔的决定。这场战役让拿破仑帝国走向了衰败。俄国知道正面不是法军的对手，他就一路撤退，把房屋土地全都烧了，就连首都莫斯科都不要了。拿破仑6月进入俄国，9月才抓到俄军的尾巴。长时间的行军让法军没了高卢雄鸡的傲慢。俄军见时机成熟，先利用天气外加地形优势，对法军采取游击战。60万法国大军回来的时候，就剩下了6万来人。欧洲其他国家一看这情况，你这法国不行了，紧接着又组织了第6次反法同盟。反法联军一路平推攻进巴黎，率先进入巴黎的是俄军。他们发现自由平等的理念早已深入法国人心，一看自己这面还在实行沙皇专制和奴隶制，那心里老不平衡了，回国就给沙皇拿下了。要说没文化，可不能瞎入侵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。欧洲各国一面反对法国的扩张，一面又赞扬拿破仑思想。1814年，拿破仑退位，被流放到了意大利的厄尔巴岛上，法兰西帝国短暂灭亡。有人问，为啥不给这拿破仑弄死？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因为拿破仑在法国乃至欧洲有无数的支持者，如果公开处决，那必将引起大乱。随后联军把海外的路易18送回，复辟了波旁王朝。这个时候的老18 59了，老百姓一看，就你这样的还想当皇上的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就派人秘密地通知了拿破仑。拿破仑得到消息后，率领200多亲兵就从小岛上逃出来了。这事儿让老18知道了，就赶紧派人去阻止。但是拿破仑在法国人的心中威望太高了，过来阻止拿破仑的将军士兵一见面，全都临阵倒戈了。所以这拿破仑出门的时候才200多人，等到了巴黎，已然拥有了10万大军。这给老18闹心的，我这皇上半年没当上呢，就让你给我弄下去了。最后在狱中给寒屈死了。李拿破仑复辟后，恢复了法兰西共和国。本来上一秒还在勾心斗角的欧洲各国，迅速抛开前嫌，赶紧组织第7次反法同盟。这拿破仑就如同他们的梦魇一样，都形成肌肉记忆了。随后爆发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，这次战役成为了拿破仑的最后一战，因判断错误导致法军节节败退。战败后的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，没过几年就去世了，一代枭雄就此谢幕了。拿破仑下去了，这波旁王朝又复辟了。一直到了1830年7月革命，这波旁王朝又让人给推翻了。到了1848年，拿破仑的大侄子又造反了，建立了法兰西第2共和国。等到了1851年，大侄子利用拿破仑的影响力登基称帝，建立了法兰西第2帝国。他称帝，这是本来老百姓的心里就不太舒服，结果欧洲哪有事儿他都上台要讲2句。老百姓一看自己的日子都过成这个倒霉样了，你还出去卖弄啥？随后一场普法战争终结了帝制，成立了法兰西第3共和国。这法兰西第3共和国算比较长寿的，1870年开始到1940年才结束，中间经历了1战、2战。
二战咱们都知道，德国仅用了3天就击碎了法国引以为傲的马奇诺防线。当时的法国人认为，只要在法国与德国的边境线上用混凝土修建一道要塞，那法国面对德国就将立于不败之地。1940年，德国进攻法国，小胡子一看，你这真是当我傻，我这都是装甲师，我绕道过去不就完了？德国仅用了42天就拿下了法国政府，这件事让法国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。一个叫夏尔·戴高乐的站了出来，他建立的自由法国挽回了法国人最后的体面。他表示，投降的是法兰西第3共和国，不是自由法国。也正是因为他的举动，战后法国没有被算成战败国。面对美英各国的打压，他不卑不亢，为法国争取利益，又硬把法国拖入了5常之一。但他最让人敬佩的是，他不贪恋权力。1946年，法兰西第4共和国成立时，他主动退位。但等他退位后，法国各个党派之间又开始了勾心斗角，短短12年就换了20多届政府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动荡。老百姓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在1958年请戴高乐重新出山，建立了法兰西第5共和国，一直延续至今。他在位期间一直坚持独立外交，为了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，他主张法国研究原子弹，以此来抵抗美国的核威胁。又在1965年建立了欧洲共同体，就是欧盟的前身。如果说法国人曾经的辉煌是拿破仑给的，那么现在法国拥有的一切都要感谢戴高乐。1970年1月9日，戴高乐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，4万法国民众为其送行。咱们也首次为了一个外国元首降了半旗，因为在他的主张下，法国是第一个与咱们建交的西方大国。戴高乐的遗憾或许就是一生没来过中国吧。他的儿子曾在书中记录到，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，我父亲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，一直延伸到了天边。好了，到此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